这件60在8折，48，一般般吧 ，OK 吧？就一个很舒服的 hoodie 的话，贵吗？一般般，便宜吗？也说不上。对年轻人来讲很奢华。你是不是很久没看到那个麋鹿的 logo 了？我也是。你是不是觉得它一定是完蛋了？我也是。结果，2025年 Abercrombie Fitch 的年营收创了历史新高。嘿，我是兔兔，旅居美国，代购15年，玩鞋30年。A&F 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它不止活着，还活得很猛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A&F 又是怎么一回事。准备好了吗 ？3、2、1 ，Let's go！ 很多做代购的一定都有经历过这个麋鹿牌，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砍单，要你买，又怕你买，又怕你不买，啰里吧嗦的。我觉得他这也是很聪明诶，他一次把所有的价钱啊、美金啊、加币啊、欧元啊、英镑啊，全部都标在上面。他一次可以发这些地方，然后不用改。想当年哪一个做代购的没有撕一大堆这个？当年有留学生靠 A&F 刷出机票的，也有人靠 A&F 赚到第一桶金的。事实就是啰里吧嗦的东西是最好赚的，赚钱的都是啰里吧嗦的，不啰嗦了就不好赚了。所以其实富贵真的总是险中求。这是一个混乱的游戏，流行啊、潮流啊、球鞋啊，都差不多，没人抢的东西。如果没有被人假装看透看清的，也不会是什么厉害的东西。这些都是最基本的。当然啦，自己把自己玩到挂掉的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全盛时期的 A&F 有多猛？不只挑人卖，爱卖不卖的，还挑人穿。2009年 MTV 台的一档真人秀节目叫 Jersey Shore， 里面主人翁就是帅哥美女，成天喝酒健身干傻事。不同于 Ed Hardy 啊 ，A&F 官方是正式写信拜托他们别再穿了，连免费曝光都不要。这样是嚣张呢，还是阿呆？但转过身去，他们又偷偷用节目里的人物命名了一款衣服。当然，官方就不会写信承认这个了。但大公司说一套做一套，也都是正常发挥。而且其实那时期不是 A&F 的全盛时期，我们现在知道了2025才是，所以当时他们自己官方也误判了。那不是他们最厉害的时期，但可能是最拽的。成也 logo， 败也 logo。logo 的本质不是设计，更像是一种标签化的捷径。我觉得马球跟帆船都是常见的 logo。马球不论再怎么样，都不会是便宜的运动。帆船象征的大海自由航海，基本上不会过期。但麋鹿会，麋鹿 logo 有限制。马球帆船 logo 穿去开会不会太失礼，但麋鹿有可能会。Jersey Shore 的主角再怎么匪气，穿上马球 logo 或是帆船 logo 的 polo 衫，就会多了几分斯文。但穿麋鹿的 logo 的确不会，尤其加上后来品牌行销的争议，先是代表酷，后来代表歧视与排外，这个麋鹿 logo 越来越负面。所以有时候真的是成也 logo， 败也 logo。一下你写信拜托人家不要穿，一下不用你写信，人家真的不要穿了。我们其实很吃 logo 这一套，买单的人有话讲，常常连不买的人都有话要讲，仿佛买单或不买单都是一种品味宣言。但 logo 的本质不是图案，是阶级跟归属感。当年穿 A&F 的麋鹿 logo 啊，代表我跟得上流行，我是酷小孩。当年批评穿 A&F 的人啊，代表的是我觉得我自己更懂更酷，比穿的人更厉害。这两群人又何尝不是都在利用这个 logo 来定义自己呢？但其实是3群人，还有一种是谩骂的人。这群人一直想用我看透成本啊，看破品牌价值啊，来证明自己最聪明。但这反而凸显品牌的威力有多么强大，强大到你连自己以为自己知道这些道理啊，都必须要在品牌的讨论串下发表，你才觉得会被人看到。大家始终都在这个品牌画出的圈子里打滚。当这个 logo 开始跟歧视、排外丑闻绑在一起时啊，大家跑得比谁都快。批判的还是一样批判，因为他比大家厉害，他早就预料到会这样，预料到这一切的起起落落。当然每个都预料一下，总会预料中1-2个。不过一个品牌的起起落落倒是很正常，但一个 logo 啊，一旦臭掉啊，确实很难又香起来。既然 logo 有争议或是过气了，那就干脆不要了。
头痛医头 ，logo 臭臭的，我们就把 logo 拿掉就好了，对吧？不，没用，只拿掉 logo， 没拿掉带来那些负面标签的傲慢啊，只是做了表面，治标不治本，没用的。真正的改变是真的拿掉 logo， 让 ANF 从卖 logo 变成卖衣服。他这个真的全面把那个麋鹿的 logo 拿掉了。他甚至在这里以前还会绣个 ANF 啊，他现在全部都拿掉了。不是也许这样比较成功，这样比较成功了。ANF 这10年做的最聪明的事，不打脸，不洗白，不装年轻，他就是把衣服做好，然后静静的等。他把青少年那种炫耀性消费留给 Hollister， 自己投身更成熟的族群。这群人有购买力，但他们胸前不需要顶着一只大鹿来证明自己是酷小孩。他们要的是舒适体面，所以路上的麋鹿 logo 变少了，因为他们希望它变少。这一次 ANF 他们成功让 logo 变少了，也成功让衣服卖得更好了。很多靠 logo 撑起的品牌都会面临类似的挑战。logo 就是他们的招牌，招牌拿掉了就差不多了，没了。但拿掉麋鹿，回到衣服 ，ANF 是个130年的成衣老牌。有强大的成衣功底，脱掉 logo 的外壳，拿给消费者的就是产品本身了。版型啊、面料啊、耐穿度啊，这些正好是 ANF 的强项，这些反而是 ANF 的真功夫。有这个摸起来还是很有他以前衣服的感觉啦，就没有 logo 啦，完全没有 logo。所以以前他卖的是叛逆是酷，现在他是卖品质，130年积累下来的品质。以前你买 ANF 是买一个身份，现在你买 ANF 是买一件衣服，听起来很废话，但对一个品牌来说，这是最难的转弯，这是最反直觉的地方。拿掉 logo 反而更好卖，只能说功底真的很重要。ANF 不是因为转型才变强，是因为本来就很强，才有资格这样转型。我这样一边逛啊一边摸啊，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啊，没有像以前 Outlet 的感觉那么粗糙。它本来就有很成熟的成衣的体系啊，所以它要做这些不难，把 logo 拿掉也不难，它把东西做好也不难。数据不会骗人，但你身边的人可能会。很多人会用体感来看市场。Again， 曾经够成功的品牌都会被这样说：我身边没人穿 ANF 了 ，ANF 不行了啦。但这句话本身就是问题。我们身边的人不等于市场。小朋友的就还有 logo， 大人的男生女生基本上都没有这个鹿的 logo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在路上看到有人穿有 logo 的，他可能穿小孩子的，又或者是他是穿旧的，就是他们变身之前。ANF 现在的主力客群是25到40岁，有稳定收入的上班族，不一定是你我的生活圈。这些人不见得会发开箱文，不会 tag 品牌，不会在社群上吵架。他们就是买，然后穿，然后再买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看到，觉得不行了，但它却营收创新高。包括我在做这个主题之前，也是一样的想法，我也是觉得大概又是一个靠 logo 溢价的品牌，然后挂掉了的老掉牙的故事。现在看起来，显然不是。衣服就是衣服，品质、用料什么的一定有差，但不会差到几倍几倍的溢价，加上 logo 才会有的。曾经 ANF 就是这样搞，他在上一波享受 logo 溢价红利的同时，他就是很会做衣服的百年老厂。但那个当下啊，他选择琢磨的是 logo， 是他不要 logo 出现在他不喜欢的人的身上，因为他的 logo 香喷喷，一转眼他的 logo 臭臭的，换大家不喜欢他的 logo 出现在自己身上，他也狠下心来砍掉 logo， 专心当他那个很会做衣服的百年老厂。事实也证明了，他们确实很会做衣服。所以，当你发现曾经那块招牌不再是资产，而是负债的时候，你敢不敢毅然决然的把它拆掉？当然也要有能力，也要够强大才有的选择。OK， 如果你喜欢美国生活、shopping、折扣店这类的内容，我们每周都会更新，别忘了订阅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了。有什么店想看、想听我聊的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人生继续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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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